亚马逊河到底有多可怕？为什么连当地人都不敢在河里游泳啊？亚马逊河是地球上最大、最复杂、隐藏未知最多的水系，同时围绕着亚马逊河也形成了地球上最重要、最庞大的生态系统——亚马逊雨林啊。亚马逊河虽说不是公认的第一长河，它的长度是6437公里，第一名的尼罗河长度是6853公里。可以看出，它们两个相差的距离不大啊，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测量的方法还有误差导致的，所以很难说清楚这两条河谁更长一点啊。不过我们还是公认尼罗河是第一长河。不过的话，可以肯定的是，亚马逊河是地球上流量、体积、宽度最大的河流。就流量和体积来说，它有多达1000多条支流，其中有17条的长度在1500公里左右。仅亚马逊河一个向海洋中输送的这个淡水量，就占了全球所有河流的1/5。就宽度来说，在雨季的某些地区啊，它的跨度可以覆盖将近48公里。所以说，这条河流是当之无愧的地球大动脉。那么，亚马逊河如此多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啊？亚马逊河起源于安第斯山脉，这个山脉从上图的左边可以看到，它从南到北横跨了整个南美洲，因此它也是地球上最长的山脉。由于山脉的阻挡，就导致了温热潮湿的水汽在山脉的东边大量的聚集，因此安第斯山脉的东侧降水非常的多，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支流，最终就汇聚成了亚马逊河，当然也为亚马逊河提供了持续的水源。不过在安第斯山脉的西侧却很少降雨，因此它的西侧有着地球上最干旱的沙漠之一——阿塔卡马沙漠那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啊，它是条带状的。那在山的东边，这些支流流过的地方以及亚马逊河流过的地方非常的广阔，横跨了8个国家，因此围绕这些河流就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占了整个南美洲面积的40%，大约是14亿英亩。亚马逊雨林又占了地球上热带雨林面积的一半啊，所以说这片雨林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调节着地球大气中的水汽还有二氧化碳，每年要向大气中释放约7万亿吨的水。在这个雨林中储存的碳啊，达到了900亿到1400亿吨。如果这片雨林被破坏的话，那么地球的气候将会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那么如此大的雨林中，当然也就包括了非常丰富的物种，大约占地球总物种数量的1/10啊。那么其中有4万种植物啊，5600多种已知的鱼类，370多种爬行动物，还有各种昆虫、鸟类啊，数不胜数。那在这些生物中，肯定就包括了一些对人类会产生威胁的生物。不过这些动物并不会像电影中演的那样啊，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是如果他们的领地被入侵的话，他们也会发起反抗的啊，发起反击的。所以当地人也不敢轻易的下河游泳，也不敢独自的穿越亚马逊雨林，因为随时都会有这个危险的存在啊。那么这些威胁主要包括下面的这些生物。第一个就是刺鳐，也叫黄鲷鱼，它的外形像一架隐形战斗机一样，是目前所知体型最大的有毒鱼类。它长着一条数十公分长的尾巴，这个尾巴的末端是有毒的尖刺。那么通常情况下，这种鱼并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但是它们往往会把自己埋在河里的泥沙里面捕食猎物。如果你没有看到它们一脚踩上去了，那么刺鳐的尾巴就像蝎子的尾巴一样，会刺伤人类的。伤口如果不经过处理，就会感染，最终就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啊。如果被刺中身体的要害部位，比如胸腔的话，那么就会当场造成重伤或者是死亡的啊。因此这种鱼也被认为是亚马逊河中对人类威胁最大的鱼。那么其次就是大家熟知的食人鱼啊，这种鱼在电影中被描述的非常的恐怖，但是它们在现实中这个伤人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还得多发生在它们的领地被侵犯或者是保护幼鱼的时候。但这种鱼的杀伤力也不小啊，上图可以看到它们的咬伤力还是很强劲的，像一把剪刀一样。要是被这种鱼咬一口啊，估计一块肉就没有了。那么最严重的就是它们往往是成群的出动，所以一个大型猎物在它们的面前很快会被吃光的。比如图中的牛头就很快被成群的食人鱼给啃光了啊！如果下河游泳碰到了这种鱼，将会承受万箭穿心之痛。还真的是不如被狮子一口咬死，对吧？亚马逊河里还有一种令人胆寒的鱼类，就是电鳗啊，它们的身体像蛇一样灵活，是地球上为数不多可以放电的生物。电鳗瞬间释放的电压可以达到600伏，足以击晕一个大型猎物。那么任何敢跟电鳗较量的生物，就算胜了啊，估计也是2败俱伤。图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鳄鱼一口咬住了电鳗，但是也被电鳗电得在原地抽搐啊，两个最终都是这个双双毙命。那我相信没有人想尝试被电击的感觉，因此在亚马逊河里游泳非常的危险。如果你踩到一条电鳗，
就像是踩到了高压线啊，非常的危险。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种寄生鲶鱼，也叫牙签鱼啊，体型非常的小，只有几公分长啊，通体透明，所以你在水中你还很难看见它们，而且它们游泳的速度还非常的快。这种鱼的生活方式就是靠寄生，它们在遇到其他鱼类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尖刺勾住其他鱼的鱼鳃，并且吸食血液，所以这种鱼也被称为吸血鬼。虽然这种鱼没有这种鱼这个伤人的报道啊，但是在当地有传闻是这样说的：这种鱼它会被人的尿液吸引，然后会寄生在人的尿道中当中啊，并且会一直往上游的，这听起来很可怕，对吧？正是这个传闻也导致了当地人对下河还是非常恐惧的。当然，亚马逊河里也有翻滚大师鳄鱼啊，在这里生活的凯门鳄，它们的大小从1米到6米不等，大多数体型都比较小，不足以对人类构成威胁的。那么其中最大的物种黑凯门鳄体长可以达到4米以上，重400多公斤。这种鳄鱼的杀伤力就比较大了，人类的战斗力在它的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一个死亡翻滚就可以把一个大型猎物撕成2半的。不过它们也很少会主动的寻找这个捕食人类啊，见了人类一般都会躲开的，除非被惹急了啊。那蟒蛇也是这个亚马逊河中的常客，它们在水里行动迅速，在陆地上行动缓慢，喜欢在浅水区域捕食啊。虽然它们没有毒，但是它们强大的这个绞杀能力会让猎物窒息的，然后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同样的，它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啊。那么除了以上的生物以外，在亚马逊河以及雨林当中，还有美洲豹、美洲虎这些大型食肉动物，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蛇、青蛙、蜘蛛等等这些生物啊，还有这个剧毒的昆虫啊，当然还有吸血水蛭啊，还有携带病毒的蚊子，这些都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生物。所以当地人在这个地方啊，很少会下河游泳的啊，或者是独自去穿越亚马逊雨林啊。那么当地人在这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已经学会了与这些生物这个和谐共存啊。他们知道如何规避这些风险，不打扰这些生物，那么这些生物自然也不会伤害到人类，对吧？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亮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